在唐朝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，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夺权之路尤为引人注目。他面对的两大任务，夺取至高无上的皇位和开拓浩瀚疆土，都充满了挑战和艰难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李世民巧妙地运用了恩威并重的策略，对内部的权力竞争者施以铁腕，对外部的挑战者则是先礼后兵，不服则用武力征服。在唐朝，皇位的争夺无疑是一场血雨腥风的角逐，特别是当皇太子或嫡长子实力不足以支撑大局时，位居李家次子的李世民，面对着自己那位既是直接的皇位竞争者，又是其父李渊眼中的嫡长子继承人李建成，处境尤为复杂。李渊作为一位保守的统治者，坚持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度，似乎为李世民的皇位之路设下了障碍。然而，李世民是一个怀揣野心且计谋深远的人物，他深知直接争夺嫡长子的位置无望，便转而从能力、业绩、威望等多方面全方位超越。他不仅刻苦学习，精进自我修为，广结良朋，更是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。特别是在掌握军权方面，他以至高的智慧和仁慈善待将士，赢得了军队和百姓的广泛尊敬。尤其在唐朝定国初期，通过6次大规模的征伐，李世民展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领导力，其中4次战役的胜利可归功于他个人的英勇，另外2次则是他的策略指导有功。关键的决胜之战，唐军对抗王世充和窦建德的联军，李世民更是一鸣惊人，打入了决定性的一击。这场胜利后，李世民的名声和势力达到了巅峰。当他凯旋回到长安，不仅军民热烈欢迎，就连皇帝也给予了他高规格的接待。这一切的发展让他的兄长李建成深感威胁。李建成也是一位机智而精明的竞争者，多年来他专注于掌控朝政，并与朝中权贵建立了深厚的关系。他与四弟李元吉之间的联盟更是坚不可破，互许重诺，确保在关键时刻相互支持。李建成的势力遍布朝廷内外，他先前一直隐忍李世民的实力发展，考虑到其在战场上的作用，但随着天下逐渐稳定，内部矛盾的解决迫在眉睫。于是他向父亲李渊建议，让李元吉领兵出征突厥，借此削弱李世民的军权。即便李世民年复一年的征战沙场，他对朝堂内部的动态并非毫无察觉。实际上，他早已在李建成的周围布下了精明狡猾的隐形眼线，对李建成的每一个动作和策略都洞若观火。李世民从未沉溺于当前的辉煌成就，他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解决前途中的障碍刻不容缓。当得知李建成最近的动向后，李世民决定采取主动，先发制人。在处理对皇太子的棘手问题上，李世民面临他的将士们的深切顾虑，毕竟这是他们领袖的亲哥哥。李世民于是表明立场，不管有何高见，尽管提出，最终的决策权在吾。大部分人提议将皇太子及其主要同党置于囚禁，阻止他们再次介入朝政。对此，李世民立刻表达了反对。单纯的囚禁李建成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他已被野心蒙蔽。众人随即领会到了李世民的真正意图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，诱使李建成进宫，在途中伏击他。李世民对此方案表示同意，但在选定执行此计划的人选上，他显得格外谨慎。最终，他决定亲自领导这项行动，并携带了他极度信赖的尉迟恭，按照预定计划行动。但李世民内心深处最担忧的情形还是发生了。西元626年7月2日晚，玄武门前，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当大哥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试图逃命时，他们的身影在玄武门前紧张逃窜，但周围的将士们却因为身份的敏感和忠诚的挣扎而犹豫不决。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，李世民深知不能有丝毫的犹豫。如果让大哥逃脱，所有的努力将化为乌有，唐朝的未来也将充满不确定性。只有果断行动，才能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，确保多年来的努力不至于徒劳。他心中暗自思忖，正是这份对未来的坚定和对权力的渴望驱使他做出了决定。他瞄准了正试图逃离的李建成，深呼吸一口气后，李世民放箭，
箭矢如同切割夜空的闪电，精准无比地射中了李建成的要害，结束了李建成的生命，也象征住权力斗争的残酷和无情。尉迟恭见状也随之振作，他立即跟随李世民的步伐，果断地解决了李元吉。这一系列快速而决定性的行动，不仅展现了李世民与其忠诚部下的勇气和决心，也为他后来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这场于玄武门前的激烈而又决断的夜晚，成为了唐朝历史上一个重要而又转折性的时刻，标志住李世民权力之路上的一个关键胜利，同时也为他后续的统治和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唐高祖李渊在得知李世民弑兄夺权的消息后，确实震怒不已。面对这样的家族悲剧，他的心情复杂至极，既有对权力斗争残酷性的无奈，也有对失去长子的深深悲痛。然而，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，李渊也深知自己的选择极为有限。李世民不仅是他唯一能够依靠的儿子，更重要的是，李世民手握重兵，拥有决定性的军事力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李渊被迫将李世民立为皇太子，从而保证唐朝的权力稳定与传承。2个月后，李渊在满怀自责和无奈之中，将皇位让给了李世民。这一决定不仅标志住李世民正式登上皇位，成为唐朝的第2位皇帝唐太宗，也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。李世民登基后，其治国理念和政策的实施，使唐朝进入了一个政治清明、经济繁荣、文化灿烂的盛世。李世民亲手弑兄的行为确实在后世引发了许多争议，这一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对权力的强烈渴望。在夺权的道路上，李世民展现出了强烈的决心和手段，似乎任何阻碍他成为皇帝的人都将被清除。然而，李世民在巩固权力之后的治国策略却显示了他的包容与睿智。他没有对太子党进行大规模的清洗，反而重用了许多有才能的臣子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魏征。魏征以其直言不讳、忠诚于国的特性，成为李世民重要的辅佐，对唐太宗时期的政策制定和国家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李世民的这一做法不仅巩固了他的统治基础，也展示了他超越个人恩怨、重视国家长远利益的格局与胸襟。这种治国理念与策略，最终使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灿烂的时代，被后人称颂为贞观之治。李世民的历史地位留给了后世深刻的影响，他的一生不仅是唐朝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，也是对人类历史和文明进步的宝贵贡献。